看没？中间那船和咱们这船有3只小狗，特别好。おはよう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6号星期六，清晨6点13。我左手这条路是大阪马拉松，大约6公里，差不多这个地方。那时候从那边跑过来，往那边跑，一直跑到中之岛上绕一圈。我大概是在这儿追上的平田先生，他们都比我靠前起跑。先跟大家说说伤情，伤情就是很奇怪，今天感觉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。而且呢，大家关注了我 Strava 的小伙伴应该看到，昨天下午我有力量训练。像这种力量训练从受伤到现在一直都有，原来也有。这种力量训练呢，我大概有单腿的体重负重100个，一组做2组，我也没事儿。哇，看看啊，河边的樱花，远处的太阳。有小伙伴说建议冲击波治疗，我这个很轻，我想再观察一下。这边的冲击波治疗除了治疗6个月以上的顽固的足底筋膜炎以外，都是不能有医保的，都得自费。就是它没有扩大到其他的部位，而且也有沟通的交流问题，还没到那程度。前面已经有老法师了，看，已经有老法师了，呵呵呵。今天从那儿跑到家大概11公里，可能，或者是12公里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本来想去看樱花，后来拍的时候拍的不太好，咱们明后天，因为这2天是好多地方预报的樱花的满开。我去造币局那儿看了一下，现在还都是花骨朵了，好多。所以在这儿玩的小伙伴，如果预约造币局，可以约到可能3天以后差不多了。昨天有小伙伴的评论问我为什么不休息，就是为什么不这种问题呢？我一般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它又是问题又是质疑，就是您认为我这样做不对，对吧？您说的是专业运动员也全休，其实不是的。专业运动员比赛完了以后的那个假期，他也不是全休，人家也是轻松跑。就像我一样，像我如果不休息，昨天跟今天应该都是21公里，但是你看我都减半了，对吧？对我来说就这种跑，最多就出点汗，因为天气热起来了。但是真的就跟没跑一样。好消息是到现在为止，到目前为止，伤处都没有问题，特别好。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？大家还记得你们总说的白菜老哥？他去年打开了3小时之后，又在当地的比赛中又 PB， 成绩挺好，也拿到了今年波士顿的参赛资格。他的号码跟我去年差不多，5000多号，就报名成绩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但是有个不幸的事情，因为这2天发生的事儿，我去问候他，他说他没事儿，一切都好。但是呢，有另外不幸的消息，就是身体出了一些小问题，要做一个小手术，导致今年的波士顿不能去了。还给我发了波士顿的号码、领物的2维码，就跟我前几年一样，每年我都把那个截图收藏了好好的。还有就是北京那位被车撞的小伙伴，就是脊椎第2节骨折的那个小伙伴，说已经好起来了。
想参加5月21号的密云半马，征求我的建议。我说我觉得参加不参加都行，但是呢，我鼓励他这种拼搏的精神。还有就是波士顿那位，咱们比赛后见到这位媒体小姐姐，之前经历了车祸，很严重的那种。那天我看朋友圈热泪盈眶，看到了什么呢？她分享她的复健的视频，就单腿的哑铃的硬拉，哇，特别好。首先是非常有青春的活力，第二是整个的身材保持的也特别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他不告诉我这是复健，我几乎看不出来他是受过那么重的伤的，就说明真的好起来。我当时特别的感动。所以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和不幸，不管是生活上的、工作上的、训练上的。马拉松这个事儿，为什么我不停止？是因为首先马拉松是一个不能临时抱佛脚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事情。就身体得有一个，至少得有一个运动的节奏，你不一定每天都苦练，受伤以后还是要调整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而且呢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试探自己的边界。为什么原来我总说练得多了对自己的身体就敏感了？是因为你还是在不断的各种的情况下，不管你是加大训练量、加大强度，还是增加受伤之后的这些积累的经验，都是在试探边界。我们看看周末的街景吧。都是在试探边界，你试探的过程中，你才能变得更强。就像我老说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指导了我30岁之后的很多选择和生命，就是如果您对现状不满意，但是又不做出改变，那你的现状也不会跟着改变，因为现在的现状都是你现在的各种的选择、各种的做法、各种的经历塑造的呀。这些如果变量都不变，结果怎么能变呢？对吧？所以身体上对于耐力项目的爱好者，不管您是什么项目，我都不建议完全的全休，因为这样不好。当然只有一种情况要全休，就是您的伤是一种急性伤，比方说崴脚、摔伤或者是意外，那这种您不能硬干，就是激进不能冒进。我总说激进不能冒进，也是怎么说呢？激进就是试探边界。我们训练变强，不就是在不停的试探边界的过程中变强的吗？如果您永远不触及自己的边界，是永远不会变强的。这里面不仅限于跑多远、跑多快，还有一点就是和伤病去共处，你得能应付它。我为什么这次受伤试探的有几次失败呢？就是因为这几年受伤太少了，所以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个适当的量。我前几次的伤痛，就这一次受伤，大概到现在为止，差不多从开始有症状到现在1个月。第一次有症状是3月初，然后之后10天之后是最严重的，那时候都不太能跑步了，然后就好起来了。我还参加了12个400米的强度课，也没事儿。只不过最近又保守了，是因为从好起来之后到现在没有再明显的更好几步。我觉得可能是就试探的边界有点过，所以又保守了一些，就仅此而已。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试探会让你造成什么所谓遗憾
终身或者遗憾后半生的影响，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，都会好的。另外就是精神力量，马拉松其实对普通爱好者来说，精神力量我觉得占特别大的一部分，无论是训练中的还是比赛中的。而其实我们现代人，尤其是城市人，精神力量大多数都比较脆弱，而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锻炼，那这不就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吗？就这么去看待困难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所以我就变相的回答了那位小伙伴的问题。感谢各位在屏幕前送上的祝福，我们也一起祝福白菜老哥，对吧？祝福那位在北京的小伙伴，还有去年我总说看到一位观众跟我说也是出了车祸做了手术，还有在波士顿的小伙伴，那么年轻小女孩一个人在海外上学工作，她要在波士顿马拉松30多公里处做志愿者，今年好像就是下个礼拜。哎呀，就祝福这些人，也祝福屏幕前的各位，不管您是受伤中还是现在在稳定的训练中，状态好坏，身体生病受伤都在所难免，一起努力就好。我的频道呢，我其实虽然有的时候有些焦虑，想让自己更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也对，因为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一个频道的成长，一个跑者的成长，它都是首先要成长。就像我们看小孩子小朋友有时候搞恶作剧哭哭闹闹，大人觉得正常，然后觉得有意思，但是如果你长到10几岁还这样，人就觉得就招人讨厌了。所以我总是想让自己更好，一方面是为了自己，为了支持我的人，还有就是屏幕前的各位，还有我们这个小频道。正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不断的努力，无论是跑步还是生活还是制作剪辑拍摄，才能收获这么好的观众们，这么多屏幕前的您，还有刚才提到这几位小伙伴，这几位小伙伴都是有的是没见过面，有的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是我很庆幸我的生命中能遇到这些人。那这不就是努力生活带来的吗？现在11.3公里，我们凑到12公里结束吧。那我们训练后再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我刚才结束跑步，正好看我家边上这条河，你马上看啊，看马上就过来了。有划这种单板的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就这种船。这穿着黄颜色的衣服，像是工作人员，但是你们看见没？有3只小狗，看没？中间那船和咱们这船有3只小狗，特别好。おはよう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清晨的日光，照在脸上，跑了12公里，4月6号7:08，平均配速5分23，最后几公里绕着大阪马拉松在中之岛上的路线。有时候跑步这个事儿很奇妙，状态好的时候跑步训练是一种感觉，然后伤病的时候又是一种感觉。今天跑完以后没有疼，就过程中偶尔会有，就是下坡的时候偶尔会有疼痛，但是都是那种就很轻微的那种疼，我觉得就挺好。今天
完毕以后，我们下午继续继续室内的不能叫强度训练，叫什么呢？力量训练。然后之后，明天早晨看看状态。如果明天早晨依旧和今天一样，或者比今天更好一些，那明天早晨还是10到15公里之间。我比较期待的是明天能够跑15左右。如果明天跑完15没有更严重，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依旧是15左右。如果这样坚持下来没有问题，再休息一天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明天是工作日，就我这边的公司呢，工作呢是按照国内的假期来干，所以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是工作日了。然后周一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周二休息一天，周三强度课这次不去冲强度了，这次就去拍一拍就好了。上周我在福冈那天强度课又来了新的小伙伴，就是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刚认识大黑原先生之后的2天，有一次跑步和大黑原先生又碰到了一位好像是姓田中的女性跑者，我跟大家说，大黑原先生介绍他是能跑到2小时47的全程马拉松，正在备战大阪的女子马拉松，当时就是今年的，就是上2月份的那个。到昨天，就上周不是昨天，抱歉，那个强度课的时候，我还在群里看他们说，好像那位小姑娘还是有伤在身，因为我碰到她的时候，大学生就问她怎么在慢跑，她说受伤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就不知道是持续的劳损的伤的复发还是怎么样。你看那很年轻的，可能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，然后女性能跑到247，几乎是半职业了，对吧？也是在和伤病对抗。所以好吧，这一期就是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感悟。还有这2天白菜老哥是昨天联系的，因为发生地震之后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人家说，我怕影响人家各种的事情，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好像不是最严重的地方，但是愿一切都好吧。就是天灾人祸这种事儿都时不时会发生，人类还是太渺小了，对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起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。